一座竣工了8年的跨海大桥意外坍塌，施工队却在桥墩里发现了一具尸骨。事件随即引起了轰动，市刑警大队立即冒着大雨赶往了现场。本该马上清理的垮桥现场也被紧急叫停。很快，尸骨就被从桥墩中切割分离。经过后续更细致的切割打磨后，确定尸骨是一名男性。根据姿势来看，应该是被人活埋的，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死了8年了。意外的是，警方竟在尸体身上发现了一封举报信。写信的人举报了当年大桥项目的总负责人居怀义，说这个居怀义贪赃枉法、偷工减料。警方推测死者应该就是举报人，而举报人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大桥的设计师文亮，因为此人正好是8年前失踪的。果然没多久 ，DNA 检测结果证实了这一点，死者正是当年的设计师文亮。但据其家人所说，文亮是跟情妇跑了，现在看来并不是。那他到底是被什么人给杀害的呢？警方很快便找来了文亮的女儿文小雨前来认尸。小雨看着眼前的尸骨，一时间不肯接受这个现实。8年来，他一直痛恨着这个抛弃他和母亲的负心人，如今却得知父亲当时就被人杀害了，一时间他竟不知是该恨还是该痛。因为当年父亲失踪后，母亲就改嫁了。好在好心的朱叔叔收养了成为孤儿的他，而这个朱叔叔也不是外人，不仅是爸爸的老同学，还是当地住建部的一把手。就在来这里之前，老朱还在安抚垮塌事件的遇害者家属。有问题查问题，有腐败惩治腐败。这么看来，老朱的确是个有能力、有担当的父母官。如今看着养女濒临崩溃的样子，老朱也是非常的心疼。另一边，警方也将第一嫌疑人锁定在了当年的项目负责人居怀义身上。可还没等他们找到此人，就收到了他跳楼自杀的消息。那看来应该是畏罪自杀了，加上时间久远，也没有更直接的证据，警方便草草的结了案。既然警方都结案了，小雨这边也没有再过多纠结。不过为了弥补这些年来自己对父亲的误会，他准备亲手给父亲做一个雕像，在葬礼上当一项使用。老朱也是忙前忙后的帮助收集陶土。看着做好的雕像，小雨8年来第一次为这个父亲流下了眼泪。他找到亲生母亲，希望他可以参加葬礼，可母亲却坚持认为文亮当年是出轨了，因为消息正是小雨的养父文亮的老同学老朱告诉他的。再说他现在已经改嫁，也不方便出席前夫的葬礼，小雨也就没有继续纠缠。很快葬礼如期举行，老朱不仅向众人描述了他当年和文亮的友谊有多么深厚，还诉说了自己是如何把文亮的女儿当作亲生女儿抚养，给她最好的生活，供她读最好的大学。众人纷纷夸赞老朱是个好人。小雨对这些奉承话丝毫不感兴趣，转身准备出来透气。可忽然一个小男孩说有人找他，跟着过去后却发现了一个邋里邋遢的男孩。可还没等两人开始说话，老朱就找了过来，而那个男孩却直接转身离开了。小雨一脸的蒙圈，可也没有多想，便跟着老朱回去了。第二天他准备回学校的时候，却又在车站碰到了那个男孩，很明显他是在跟踪他。男孩说有关于他父亲的事情要告诉他，于是便将小雨带回了自己所住的烂尾楼里，可能在这里他比较有安全感，便开门见山的说出了8年前他看到的一幕。你那个人哈密热的，老子不想管你了，你爬！这个男孩叫孟超，之所以这么骂眼前的女孩，是因为就在刚刚，他告诉小雨，8年前他在工地拧钢筋的时候，亲眼看到他父亲文亮和老朱以及居怀义一起往工地深处走去。由于当晚下着大雨，他也没有注意他们在干什么。可是第二天，文亮就失踪了，而老朱则放出话来说文亮跟情妇跑了。如今他的尸体又在桥墩里被发现，那说明什么就很明显了。可小雨却不肯相信这些，不仅因为老朱像亲生父亲一样抚养了他8年，更关键的是没有证据能证明孟超的话。他甚至怀疑孟超是老朱的死对头派来的卧底，还表示如果孟超敢对自己的话负责，那就跟他一起去警局报案。可孟超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当场就大骂了小雨一通，接着就将他给赶出了门。回去后的小雨在见到老朱时，内心已经产生了无法忽视的芥蒂，虽然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，但心里却下定决心要查明父亲的死因。于是他再次找到孟超，可孟超根本不肯见他，他就在外面死等。果然最后孟超妥协了，但是他不能去警局，因为他身上也背负了一条命案，同样是8年前他亲手杀害了侵犯姐姐的人渣，恰巧逃到这里，在大桥工地打工，看到了那晚的情况。小雨这才明白了一切。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调查真相，就算现在去警局，他们也没有证据，反而容易打草惊蛇。于是两人就决定先找到证据，再将凶手绳之以法。他们费尽波折，首先找到了文亮当年的那个情妇，从他口中得知，文亮曾给他说过，他写了一封举报信要举报居怀义，可老同学老朱却在阻止他，所以文亮就怀疑老朱可能和居怀义是串通一气的。结果没多久，人就失踪了。情妇所说的事情，只是让他们确认了自己的猜测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。于是他们便决定暗中跟踪老朱。这天，老朱忽然在家中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然后就出门了。小雨和孟超便一路跟着他来到郊外。老朱在这里见到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是居怀义的情妇。她给老朱看了一段视频后，开口就索要300万的封口费。老朱想都没想的就答应了。接着两人便继续跟踪那个女人。来到女人家楼下后，孟超又忽然记起了这个女人，说当时在工地里见过，应该是居怀义的情妇。于是小雨就敲门上楼，一上来就拿出了先前他和老朱会面的照片。可女人却表示找老
老朱只是要抚恤金的。小雨见问不出什么，就扔下照片，让女人想清楚后再联系他。第二天，老朱见了一个人，应该是他的保护伞。老朱表示自己真的不想再杀人了，想出300万，试着给居怀义的情妇一个机会。可保护伞却表示，当你把我的生命、我的家庭都置于风险的时候，你说我咋个应对你？说完，那人就下车离开了。而此时正在监视着一切的小雨和孟超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，但却感觉离真相不远了。第二天，老朱借着视察工作的名义来到了一个即将进行爆破的工地。孟超暗中监视，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殊不知，老朱已经以炸鱼的名义借走了2管炸药，然后他就来到了一个秘密基地，只见满屋子的现金，少说也得有一个小目标吧。当然，跟踪的小雨他们并没有看到那些现金，只看到老朱拉着一个箱子出来了。2人也猜到了那是给居怀义情妇的封口费，便继续跟踪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等女人拿着现金离开后，老朱就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，接着远处的汽车就发生了爆炸，小雨被吓得直接跌倒在地。老朱看着身后的养女，一时间呆在了原地，就这样看着2人逃走了。一辆汽车在街上爆炸，车上的所有物品都被烧毁。虽然确认了死者的身份，但却查不出事件的原委。警方来到其家中查看，却又发现死者的女儿也离奇失踪了。殊不知，女孩却悄悄找到了另一个女人。女孩告诉小雨，妈妈出门前交代她，傍晚前如果还没回来的话，就把这个 U 盘交给小雨。小雨立马回去查看了 U 盘里的内容。原来这个居怀义虽然一直在干着草菅人命的勾当，却也担心哪天会被灭口，就把参与的所有事情都偷偷拍了下来。小雨这才看清了养父老朱的真实嘴脸。表面上是一个为民分忧的良心父母官，背地里却是一个贪赃敛财、徇私枉法的小人，绝对算得上是双面虎的典范人物。小雨看着视频中的父亲，因为工程质量问题和老朱发生了冲突，再被他推入桥底杀害，小雨痛哭了起来。孟超见状便不想再看了，可小雨却坚持要看完，可看到的却是老朱直接用混凝土掩盖了父亲。那一刻，小雨终于明白老朱有多可怕了。他收养自己，估计就是为了更好的摆脱嫌疑。想想自己这些年认贼作父的日子，第二天他就偷偷拿着 U 盘去揭发老朱。可都走到警局门口了，忽然接到了老朱的电话。老朱说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想借着这个日子向他解释清楚一切。也许是多年的养育之恩让他还抱有一丝幻想，他就真的回去了。老朱也算还有点良心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他祈求小雨能原谅自己，可小雨一时冲动，直接捅了他一刀。这下老朱就急眼了，趁其不备，推翻一旁的置物架，砸晕了小雨，然后就带着小雨来到附近的工地，准备将他也给活埋了。好在关键时候，孟超发现联系不上小雨，就给老朱打去了电话，说自己手上有老朱的犯罪证据。于是2人就相约见面交换，地方是老朱选的，这里是即将爆破的发电厂。他算好时间，拿到证据后就让小雨和孟超一起被爆破。可孟超也不是傻子，来到后就表示 U 盘在车上，要用自己交换小雨，让小雨去车上拿 U 盘。老朱被迫答应，但只给小雨5分钟的时间。小雨并不知道这里马上就要爆破了，可来到车上翻了好久也没找到 U 盘。殊不知此时的孟超也向老朱摊牌了，他压根就没打算活着回去，而是打算和老朱同归于尽。自己都逃了8年了，临死前能替小雨报仇也值了。毕竟他一直都在小雨身上看到了姐姐的影子，在他心里，这应该就是他最好的结局。小雨看到爆破的那一刻，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趴在地上痛哭着，却又什么都做不了。最后，警方收到了孟超寄来的信件，拿到了老朱的犯罪证据，加上小雨的证词，最终判定老朱是罪有应得，幕后保护伞也被抓捕。而孟超的行为则被判定为正当防卫。小雨能为他做的，也许就只能像这样，给他留下一个好的名分了吧。